迎您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钱子。介绍来宾，首先是新北市议员张嘉玲，立法委员张启凯，资深媒体人陈凤馨，立法委员柯志恩，前立委林玉芳，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好，来看泽伦斯基，他现在处境艰难。好，任何人在他这个位置恐怕都很困难。他在29号接受英国的媒体Sky News 天空新闻台的访问的时候讲出来了他说想要结束战争，那希望或者是应该将现有控制的乌克兰领土纳于北约的保护伞下，用大白话讲是被俄罗斯占领的那20%先不管，那这个其中80%乌克兰可以控制的，是不是北约来保护，加入北约？那这个北约对乌克兰加入的邀请，必须承认乌克兰国际公认的边界。一方面，那一些这个被占取的那些边界，可能也必须承认那这个提议或者是这样在媒体曝光的事情，他是敦促拜登希望可以加入北约，争取盟国的支持，因为拜登他的任期只剩下2个月了。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川普尽管还没有上任，可是希望见他的人络绎于途。加拿大总理才飞到海湖庄园去见他。我们看到泽伦斯基也喊话了，他说：“我希望跟川普直接谈，我们要略过中间那些人，无为不为人那些沟通有可能会被破坏啊，或者有人假传圣旨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直接谈。”我们来看看。因为俄罗斯连日轰炸，当地已经断水断电2天，自来水公司也得靠发电机每天供电2次才能稳定供水。还好乌克兰已经得到来自南韩相当台币32.5亿元的重建贷款，他们还制作宣传影片感谢南韩。不过乌克兰有意无意的把南韩自制的 K9 自走炮和号称韩版海马斯的 K239多管火箭画面放入影片中，似乎也在暗示南韩军方。Point of view is not only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context, but also to make this Asian breakthrough. Because behind South Korea is Japan. Behind Japan are other states which could reconsider their interaction with Ukraine in the direction of greater military cooperation. 毕竟南韩对提供乌克兰武器还是持保留态度，只同意要共享北韩与俄罗斯合作的军事情报。至于北韩这边，领导人金正恩在与俄罗斯国防部长贝洛索夫见面时表示，乌克兰用欧美飞弹攻击俄罗斯本土，北韩也会支持俄罗斯反击。The fact is that it is a solution to stop the hot stage of the war, because we can just give the NATO membership to the part of Ukraine that is under our control. 随着乌克兰人越来越厌战，泽伦斯基现在也同意，只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就会坐下来谈停火。但他也重申不会放弃二战区，因为不能违反乌克兰宪法。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就是当初这个战争会爆发的原因嘛。就是现在这个泽伦斯基重提这件事情，一般认为他可能要把谈判的筹码拉高那我们看到，包括是不是要承认该国国际公认的边界这件事情，但军事保护仅限于基辅控制的领土的情况之下，感觉上有些模糊大家有点不懂。所以我们看到呢，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就说，可能泽伦斯基是要看起来好像是退让看起来好像退让，可是实际是要为美国总统川普打造的外交策略，好像感觉上是暗示说两个人可能有一些一起联合的计划来对付这个俄罗斯，看起来像是这样。那俄罗斯怎么可能会答应？我觉得不可能嘛！普京他就是跟你对着干，他没有要退让啊。我们看到，包括北韩不是来了1万多人的这个士兵投入这个战场嘛？那他们现在下落如何？情况如何？有国际媒体问了泽伦斯基，泽伦斯基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公布伤亡的人数，讲的是这些朝鲜的士兵这些北韩的士兵。可是这是普京把他们变成炮灰，这是毋庸置疑的暗示说这些人已经变成炮灰了。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个仗打了超过1000天。”乌克兰本身的受伤有多少？他的人命这个牺牲有多少？其实这个数字一般来说他们官方的公布跟国际媒体的揣测是有距离的。不过是不是逃兵很严重？就是来自 AP 美联社的报道，说是从2022年战争爆发伊始到现在，已经超过10万人逃兵那光是去年有将近1半的士兵擅离职守。就逃兵嘛所以逃兵人数有人讲，这是乌克兰的这个知情议员
说已经高达20万人了，甚至整个营队都弃守阵地逃掉的也有哦，也有。那现在有一个民调，这是来自于基辅的社会监测中心的民调，有60%的人拒绝泽伦斯基连任。那现在也有人在呼吁说，赶快办这个选举。哎，先请教委员。这泽伦斯基当然是很明显的，他是在后退，这是形势比人强了。啊，这总体来讲，就是战争。上次我们也提到说，所谓的战争资源的问题。你看，一边有这个1亿4千万人，俄国，那你这个乌克兰呢，你只有4千万人。另外一方面的土地有大概我看1700万平方公里，你乌克兰就60万平方公里。俄国也有逃兵啊，俄国也有人逃到附近的国家去啊。可是因为它的整体的分母就比你大很多嘛，所以它跑掉一些没有关系。你知道俄国也曾经度过非常黑暗的日期，一直到目前为止，我查了一下，俄国死了1500位军官呢，其中有152位是中校到上校，将军死了18位，加上1位黑海的舰队司令，大概一共死了19位。可是我告诉你，那都是战争的前期。你现在有没有在听到俄国将军突然间被杀掉？没有，为什么？俄国本来就是个军事强国，他这个苏联帝国解体了以后呢，是让他整个都慢下来，整个都退步了。可是他很快就 pick up， 他很快就赶上来。譬如战场管理，他的方法，他的技术，整个都改变。所以你现在要去杀掉一个俄国将军，你像早先的时候，打开报纸又死了一个将军，打开报纸死了一个将军。俄国人在阿富汗打了10年的战争，死的将军都没有在乌克兰才打了1年的将军多。那个俄国死在乌克兰战场的将军多，这就非常明显。现在最重要一件事是这样了，你乌克兰如果不是有这么多国家捐钱给你，包括台湾都捐了不少钱呢。是，如果不是外国捐了那么多，尤其是美国跟北约这些国家捐钱给你，你连薪水都发不出来，你连军人的薪水你都发不出来，更不用讲打仗。可是现在一个问题在这里，你打了这么久，交战的双方当然是疲惫了。可是，在帮乌克兰打仗的这些国家也很疲惫哎，尤其你川普你怎么办？川普你说的大话，你要征税，因为你要平衡你的财政的这个收支，不要再有赤字等等。那我告诉你，那是很有限的。最重要的是，你援助乌克兰这么多的钱，你援助不下去了，因为你继续援助的话，你的财政赤字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现在最重要的是有一位，他现在派一位陆军中将退役的，是他现在是当乌克兰特使，是川普派他去的。我认为他讲的话里面有非常重要一句话是，到目前为止，美国跟乌克兰没有防御条约。好，而且呢，乌克兰不是北约的一份子，是，所以我们美国没有明显跟重大的利益在乌克兰。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干预过分的这样一个理由。所以他的想法是什么？他说我们会继续援助，军事上援助乌克兰，让俄军没有办法再前进。但是呢，条件就是你乌克兰跟俄国都必须坐上谈判桌去谈判。那他这个川普已经讲过了，24小时就要解决这个战争，就要让这个战争就要停止。那你选举到现在已经多少个小时了？对不对？所以呢，他讲话的时候，他讲了好多次，他有很多次讲，只要我当选，这个战争就马上会停止。他讲加沙走廊战争也是这样。对了，他语义的模糊。所以现在 Kellogg 他的观点在4月份他出了一个计划，跟一个人和谐的，你们都讲很清楚了。美国就是对乌克兰来讲，就是你不上谈判桌都不行。所以泽连斯基现在只是想的就是说，我上谈判桌可以了，我现在剩下的土地你要保护我，然后呢，我现在丢掉土地，我要用外交的方式慢慢拿回来。我跟你讲，这是漫漫长日啊。只要说达成和平，你要用外交手段把俄国占领的土地拿回来，在历史上
你去看俄国有没有这样做过？几乎是没有。光是他占下土地，他就整个吞下去。对，除非在战争中他打败仗，他才会吐出来。是，光是克里米亚我们就可以看到啦。对，来，克里米亚。现在我担心的是涅伯罗河以东会不会所有的土地都一系崩溃哈？不是说整个乌克兰，而是涅伯罗河以东哈。不过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去年底开始啊，其实2022年是整个乌克兰最风光，就泽连斯基到处演讲，然后大家鼓掌欢迎他，那是在战争的前半段。到了2023年，战事一焦灼了之后，你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先从他的盟友国开始战争疲劳，所有支持他而需要选举的政治领袖，通通下台了。通通都下台了，从英国，然后一直到就是每一个支持他的这个领袖，通通都下台了。那么，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乌克兰自己内部的战争疲劳。这战争疲劳从民调跟逃兵两件事情可以看出来。民调上面啊，其实不只是你刚刚所提到泽连斯基的声望大幅度的降低，60%的人说如果要选举，拜托你就不要出来选了，只有16%的人愿意支持他连任。那么还包括了就是盖洛普，其实在上个月有做了一份民调，结果发现到52%的乌克兰人民说他们希望赶快迎接和平，哪怕是损失领土也就在所不惜了。所以现在整个乌克兰人民那种要拿回领土的决心已经不见了，他们现在想要的就是立刻和平，这个是在乌克兰自己内部都发生的战争疲劳，所以这逼的这个泽连斯基他必须要把底线不断的往后移，他要移到现在这个位置，坦白说他能要到吗？他通通要不到。他还有筹码吗？他什么筹码也都没有。他现在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他根本上不了谈判桌来提出他的筹码，他只能被压着去签那个字，或者说你干脆就下台，换一个美国能够接受的人来签这个字。这是现在乌克兰所面对的状况。坦白说，拜登已经用尽了他各种手段，希望维系着乌克兰千万不要在最后关头崩溃，比如说什么远程飞弹啦，然后或者是这个可以反这个步兵的地雷啦，然后现在最近刚刚对俄罗斯的金融产生了一次的狙击啊，希望呢俄罗斯金融能够崩溃，可是那也是他最后的武器。到目前为止，你看不到俄罗斯崩溃的现象，相反的，他在前线进展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今天从一个礼拜半个台北市，上个礼拜是一个礼拜一个台北市这样子的一个面积，这样子的一个往前进。所以我为什么说我很担心他会一系崩溃？因为这真的会让我联想到阿富汗的情境。当年阿富汗哦，川普跟阿富汗的这一个塔利班直接的谈判，完全跳过美国所扶持的阿富汗政府。所以当拜登上来告诉大家说，哎，我几月几号我要撤军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撤军的日期还没有到，整个阿富汗政府的人全部都逃了，就一夕之间崩溃。塔利班进来的快速到连他们自己都想象不到，为什么突然之间毫无抵抗，我就可以进这个阿富汗的喀布尔。好，那这个当然阿富汗它是整个的这个崩溃，可是乌克兰也许不至于到这种程度，但涅伯罗河以东还有大片土地呀，这大片的土地，你从逃兵的状况，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前面已经不敢守了。那么在这个美联社做的这份报道里头，他特别引述了一位公开的逃兵，他自己是逃兵，他公开说我是逃兵。好，他说我们现在在前线，当你发现到说你所要打的这场战争是永无宁日的时候，你就跟坐牢没有两样。所以我除了离开战场，我别无他法。现在他的人员有多么不够呢？美国不断的要求泽连斯基要把那个征兵的年纪从25岁降到18岁，很残忍。泽连斯基坚持不肯，因为他的民调声望，他知道他已经再也做不起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会现在看到乌克兰在我们面前那一个就是相当程度的崩溃，而他当初希望能够维系住的，而去打的这一场战，不管是北约也好，不管是欧盟也好，他通通做不到。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赖总统
统出访南太平洋的友邦过境夏威夷，我们看到昨天飞机安全的在夏威夷落地了，而也见到了州长，也跟这个 Honolulu 的市长见了面。那今天赖总统在美国的智库 EWC 有一个演说，那透过发言人郭雅慧的转述是这个演说的内容会以共荣的未来，台湾作为印太区域和平与繁荣的伙伴作为这个题目来发表英文演说。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收到这个英文演说的这个片段所以我还不知道这个实际他会谈什么。不过有一个重点也是透过郭雅慧传出来，他说赖总统跟裴洛西通话20分钟。可是观众朋友，即将未来的总统，美国总统这个川普其实是讨厌裴洛西的，甚至把他列为头号政敌。刚刚好就这么巧，Politico 他就这个做了一个整理报道吧，就像我们台湾也会有很多整理报道，讲说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把一些人列为他的头号政敌。第一个拜登，第二个贺锦丽，第三位奥巴马，第四位希拉里·克林顿第五位就是前众议长裴洛西。我们来看报道。总统赖清德在夏威夷的第2天重头戏，到美国智库东西中心全英文演说8分钟，心情或许跟反应。智库院长互赠见面礼，但总统一上台，先是坐下，看来很想要赶快进入主题，因为这一场是不公开演说。前后院长都有与会，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总统演说提到3个积极行动，而且在总统到智库前，已马不停蹄在饭店视讯与几位参众议员打招呼，还有这位老朋友裴洛西。联邦众议院的荣誉议长，2个人有通上电话。在区域如果没有台湾，那对于区域的安全，还有对全球经济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曾经向 WHO 洽提，未来这一部分也会持续帮助台湾在国际上的各种组织上的参与。2人通话20分钟，互动热络，总统站上美国领土抢话语权。东西中心的前任院长跟现任院长都有出席与会，也意味他们想多了解总统在印太区域的想法和外交路线。好，总统昨天在夏威夷落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 AIT 的理事这个执行理事蓝英这个到亲自到飞机上面去这个欢迎他迎接他。不过在晚宴的时候呢，蓝英有重申一中政策。那至于蓝英他在 AIT 就是他是 AIT 的这个代表嘛执行理事执行理事他不是主席，主席现在请育婴假，对，罗森伯格现在请育婴假。那我要讲的是这个 AIT 代表登机欢迎到底是不是最高礼遇？因为府方是讲说这是最高礼遇啦，说从来都没有这个登机这个欢迎，这是最高礼遇。我们看到这个包括陈以信他就跳出来说胡扯胡扯。那在献花的时候，因为赖总统有被安排去这个夏威夷的这个珍珠港嘛做一些凭吊以前过去在这个战争中逝去的一些人们所以你看到他的花篮上面是署名中华民国，然后括号台湾总统赖清德这个是蔡归赖随。因为上一次2017年蔡总统过去的时候这个献花也是一样这样子的一个署名。可是有眼尖的媒体人就发现说，在晚宴侨界办的晚宴里头，中华民国台湾不见了你看到过去小英总统在的时候至少你在这个晚宴的背板上面还有写欢迎中华民国括号台湾总统这个蔡英文莅临檀香山。可是这一次没有这一次只有欢迎赖总统来中英文都没有提到国名。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你可能不知道这是哪一国总统，因为他只有写总统就被批评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赖清德总统想展现出他的意志嘛，因为大家都会对于他的这个立场其实是非常的怀疑。但是呢，他在国庆，他在任何重要场合，在国内的时候，他当然必须要应和民意所以稍微讲一下中华民国或者中华民国台湾。可是出去之后呢，我觉得他常常利用一些的机会来反映出他自己的本质，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先说一下，我比较惊讶就是那个 Rosenberg， 他竟然是选育婴假。我们去年来的时候。
候，还没有看出他有这样的一个迹象，而且他1年来的台湾5次，这个我想朝野的这个政党的领袖他都见过，是跟他非常熟的一个朋友哦。不过这边还是表达对他的祝贺。还是一句话 ，Rosenberg 的育婴假，如果他对于这一次的参访非常的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我想他应该也会出现在这个飞机上的迎接。毕竟他是主席，理事主席，跟台湾的关系向来是非常的友好。那他这次为什么出席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要么就是他觉得他已经可能要退位，因为毕竟他是 Blinken 的人嘛，那他们一定是整个外交系统一定会做重新的一个盘点。那另外一个，他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对他来说是那么样的一个重要了，所以我们不晓得，所以为什么请蓝营出来，这点是我们第一个要开始会觉得有点蹊跷的。那至于这个赖总统为什么跟这个 Pelosi 来这个碰面，大家也就全部傻眼了，而且是由总统府的发言人特别出来讲这一段话，他已经是退位了，然后他又已经是不同政党的，那这件事情有机会来大输特输吗？那 Pelosi 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可以验证我们跟美国官费的友好，可以不要忘记他来的时候，这个台海之间对台湾所产生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他有必要再到美国去的时候，特别把这一号人物特别搬出来，那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缘由？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有非常的有趣了。那最后我还是要特别提到，就像陈以信所说，我想玉芳委员还有很多记者也都跟着马总统去过非常多的国外的这样子的一个参访。说实在的，每一次他一回来，就在 AIT 的主席一定上飞机迎接，然后呢，他下飞机的时候也非常多的参众议员都在两边来迎接他，根本连机场里面过境什么都过进去的大厅都没有，就是用礼遇的方法把它开到，大家连包括随行的人也都开到，就这样开出去了。所以我也不认为说这一次为什么有破规格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而且我们只能说马总统过去的时候他是低调，因为他觉得这跟外交的部分里面不要造成人家的一个困扰，所以没有人家特别提醒的话，他都用一个比较低调、实质性、务实性的方法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可是我发现民进党政府永远都是用一个非常高调、非常方式，而且用大内宣的方法，即使没有到那么大的一个格局，还要把它搞得好像大家都没去过，好像都没看过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民进党高招的地方。可是这样会不会造成更多的一些所谓的危险或者是一些的困扰？我觉得这真的要考虑一下。请到嘉玲。刚刚在讲这个乔宴没有这个中华民国字样，我仔细看了一下，它里面确实但是它有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啦。我想这个对是有的啦哈，所以这个我想要澄清一下。那如果大家觉得说应该加中华民国的国号上去，我觉得我会建议他们要加。其实可能是一些小失误啦哈，我不觉得说他是刻意的哈，就是说这个对赖清德总统来讲，那是他第一次出访，在我们认为啦哈，至少说在民进党我们这些基层的民代认为说，其实是平平顺顺就可以了。不要惹太多的风波，而且现在刚好在这个政权交替之界，这个川普还没有上任嘛，所以只要是平顺，然后到那边也可以跟侨胞互动，也可以宣导我们的理念。那跟老朋友通话，我觉得也不用过分去解读它啦，因为毕竟是赖清德总统，他之前在当副总统的时候，他也曾经陪同的蔡英文总统接见了相当多的外宾嘛，对不对？那既然是裴洛西跟他是老朋友通的话，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啦，没有什么太大需要惊讶的。不过谈话的内容反而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哈，他特别是拜托裴洛西说，在他们美国国会里面呢，是不是能够来协助台湾相关的立法，甚至避免双重课税的问题等等。我想这个是谈话的重点，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总统出国大概礼遇不会太差了，不过讲说历年来最高就有点太过于膨胀了。像陈以信，他以前是马总统总统府的这个发言人嘛，他说陪同出去，他说2015年那时候是这次是只有这个执行理事嘛，对不对？他那时候是薄瑞光理事主席亲自上机去接哦，而且还有2位众议员。隔一年的时候，国会议员有好几位一起去，都是理事主席，所以我觉得不要太过于膨胀，这是一个。第二更重要的，得多加点讲啊，现在人家政党就在交替啊，你跟裴洛西通那个话做什么？或者说老讲你现在再刀规格，等川普上台，那基本上都不大好了啦。就是说现在重要是什么？赶快去经营，然后甚至要是因应说川普上台以后，怎么两边的关系比较好。那另外我提一个点很重要，我们刚才谈乌克兰现在泽连斯基现在是碰到2个非常大的困境一个是他已经打仗打不下去，无力再战了。我看到一个报道，他那个逃兵为什么这么严重？有一个逃兵他接受那个美联社那个访问代工上，他说我们打了一个炮弹出去，俄罗斯打几个回来？50个，打50发然后第二个，刚刚前子讲，他那个2025到2027，他那个预算增加了到25倍，对不对？还有一个新闻很好玩，他说最近俄罗斯当局对莫斯科3家最知名的夜店展开突袭。抓了
几百个人，要说什么？去当兵，送去当兵，所以他这个钱增加，他就说他兵力一直是在增加当中。你说普丁就是战到底嘛？所以你看，一边已经无力为战，一边就是一直在征兵，钱一直在增加。那这老讲，这个也是我们要借鉴的。就是说两边的实力差那么多，包括两岸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不对称的这个状况之下，今天我觉得赖清德讲一句话很好了，他说啊。和平无价，战争没有赢家，所以要防止战争的这个发生。请他说到要做到，让两岸可以更加的和平。那永明姐，赖清德自从上台以来一直被外界认为说他的这个团队似乎在处理外交，甚至特别是美国方面呢，并不是像蔡英文时期的团队那么娴熟哈。那我觉得他在这个时期出访呢，就暴露了这个考虑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其实这个交接时候你跑去出访，你一定会被冷遇嘛。那这是当然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任的人还马上知道我的工作有可能不保，或者是起码我的方向要调整。他这个时候怎么好敲锣打鼓的？他做什么事情，他内心也没把握，也没底气呀。那另外呢，新任的部分呢，可能心里也会不爽啊。那当然，我觉得赖清德他遇到的为难，应该是说。他这个访问其实蛮早，大概在夏天的时候就一直跟白宫那边在联系在谈了。可那个时候的民主党政府一直跟他说，不要在我们投票之前因为怕对岸北京有很强烈的反应嘛那等于我们也吞润下来了。那赖清德到这个时候。也没有因为是说民主党还剩最后临去秋波把它提高规格，没有啊，他希望的要在过境美国本土也没有做到啊，还是给你过境夏威夷啊，而且其实我觉得讲什么阶级规格那些都是自己壮胆了，其实就是被冷遇。那你现在这个被冷遇的情况下，你还很可能被川普新的白宫报复，对不对？其实赖清德如果他真的考虑国际政治的话，其实我是觉得他即使咬着牙可能会得罪一点现任的白宫跟民主党来讲，我觉得他应该咬着牙等到川普上台了他再重新谈。起码从川普还有川普的人马，尤其川普的人马都跟川普同一个个性啊，喜欢点名做记号啊，喜欢说你是喜欢报复，对，不一定报复啊，就是说你是我的人还是你不是我的人嘛，他喜欢搞这个嘛。那结果呢，我也不晓得谁给赖清德这馊主意的？你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去了已经比较低调了，都没有这个当选参众议员来，你心里就要有数了，对不对？结果你还好死不死跟裴洛西通，我觉得通话可以啦，不需要大书特书啦，对，不要讲出来啦，因为没有其他国会议员可宣传。他主要赖清德团队，这就是大家批评他们的。他考虑事情只考虑台湾的宣传，考虑台湾宣传用裴洛西有没有效益？其实坦白讲是有。可是问题是呢，你付出的代价是你肯定得罪川普嘛？那你怎么会为台湾的这么一点小效应？现在很可能赖清德在出访，他还在烦恼说，我怎么样转移焦点，大家不要继续霸凌。可是霸凌的问题已经变成 Me Too 运动了，他还是会连环爆嘛？不然问问看，现在在座的立法委员办公室接到多少爆料？所以那件事情你没有意义。可是你现在得罪川普呢，绝对损失太大。那我觉得赖清德团队如果再不老是只思考台湾政治目光如豆的话，真的台湾都会被你拖下去。是真的好好思考，孰轻孰重，对，利益得失啊。我们进一下广告。